好，今天讲的主题是成绩天花板了，也当然是因为前几天有一个辅导的经验，让我想这样讲哈。他刚开始丢赖讯息跟我讲的时候，他是考司法特考4等的书记官，他丢讯息给我讲的时候，通常我都会请他直接提供参加考试的成绩单我再重复一次，我讲的主题是成绩的天花板成绩天花板。他第一年考20几分，第二次考40几分，第三次考50几分，有突破50几分。好，第一次成绩我们通常都不计算的因为毕竟第一次成绩刚开始准备，大家都不熟第一次成绩不计算。而第二次是40几分，第三次是50几分的时候，已经过多久了？1年半了吧？好，可能过3年哦。因此他就开始紧张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大多数考生都以为我只要很努力的去准备国家考试，我就可以考上。当然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僧多粥少的情况之下，想象跟现实都有很大的差距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不可能录影就是为了骗你来看我讲话所以他到了第三次考试，他到了50几分，第四次考试的成绩是还没出来的那当然自然而然我在那个赖上面是没办法表达太多，所以他就坚持要不是坚持就是他想要找我辅导一下，然后当然我们就面对面讲那说实在是这样子投入准备国家考试的考生当中，那个资质程度一定是参差不齐嘛，有高有低那个会读书跟不会读书都是一群人，因为它是一个大量的一个，我假设它是1000人好了，你总不可能1000人都去投入这个考试当中，大多数人都很容易就考上或成绩很大，那个成绩的落差1000人的成绩落差一定是呈现一种常态分布。常态分布当然有很多种形态它的成绩大致上就是这样超过应该是说50分以上50分之后呢，过了50分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样常态的分布为什么是50分？因为50分以下成绩都是不计算，名次成绩50分以下的成绩是绝对不会录取所以都是以50分为起算。通常50几分、60几分高，然后再70几分，一直到80、90分到80、90分已经很难了除非你是考比较低阶的考试他考的是4等，所以我就举例来讲，4等的录取成绩大致上是落在65分左右，我们就假设65分假设65分。那他也准备了4年20分、40分、50分，准备了整整4年。因此未来他再继续准备，他准备4年已经很厉害了他如果再继续准备下去的话，就会有2种可能，一种是突破65分，我们就假设65分是可以录取突破65分，所以他就考上，他就上榜了嘛。第二个种他是不管你怎么准备，他就是没办法达到那个65分。65分其实是一个比喻而已，他不是真的65分他再怎么努力都达不到65分这个就是他程度差别，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刚刚一开头我就讲过1000个人去参加考试，不可能大家准备个3年5年之后，所有成绩都超过那个成绩那超过那个天花板它这个曲线是怎么样就是刚开始准备的第1年成绩是不计算的我说过了所以它是很缓慢的那个成长，还没适应专业科目毕竟它有4个专业科目，还没适应专业科目，还在习惯这个考试的这个历程，所以这个成长是很缓慢的。通常你的第1年考试的成绩是有点那个参考性很低因为我们是任何时间都投入时间去准备，但是还不适应的情况下，第1年就考试。那第1年考试的时候，通常成绩都不好看，后来在持续准备到第2年的时候，成绩才会有进步，才会有进步。那一直到我刚刚讲过2种可能永远过不了录取门槛，但很快就过了，我们就不讨论嘛，因为他就上榜了嘛，我们就不再讨论。接下来在很接近录取成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录取成绩低的时候，你其实还过不了；录取成绩再高一点的时候，你也过不了，你也很接近，你怎么努力它都很接近当然这些原因跟理由我知道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这些准备的技巧人家在很多地方更细微的地方更细心更努力赢过你，可是你要记得这个成绩天花板造成的因素总有几种
第一个就是你的环境，你的环境没办法让你有很多时间读书啊，或者是强迫让你受到限制哦。你再怎么聪明，因为你没有时间读书，你自然而然那个成绩就很难跨过去。比如说考前，人家考前都已经在总复习，每天8个小时到10几个小时在复习了，这记得你还要上班，对不对哈？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个性使然哈，你的个性就是觉得应该要在考前2、3个月再看就好了，那就表示自己很努力啊。这种人我们都遇过哈。这个性使然，个性造成的啊。但环境跟个性呢，我们不是这次影片要讨论的主题，要讨论的是资质。你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很努力的考生啊，不努力就是个性问题嘛。很努力的考生，你也很努力的学习，然后努力的练习考题，可是你的成绩就一直卡不上去，这就是很可能就是资质造成的。但是你会学生会问我说，老师，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考不上了？不一定哦，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绝对的一定哈。我年轻的时候会说这个很难或者这个很容易这可以的。但是我有点年纪了，我认识的人跟我接触的人变多之后，我不敢这样讲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敢这样说，因为当你很接近这个成绩天花板的时候，你再持续努力下去记得这句话是持续努力下去，你以后就会有机会跳过去。好，你可以去搜寻我以前的影片，上榜生的百当理论，你最重要的点就是在先让自己进到9010法则里面的前10% 的考生，在前10% 的考生当中，一直努力去准备，一直到考上为止这叫上榜生的百当理论。有上榜能力的人其实都在上榜的边缘摆荡。但是如果你的成绩天花板离上榜的成绩差很远，比如说差10分以下，很努力的时候，你的录取成绩在这里吧，可是你很努力还是差了10分，甚至于5到10分之间，不好意思，那就很有可能就是你本身某些地方有做错，你就要去探讨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个性上、环境上都尽可能的付出时间去准备，可是还是达不到你的目标，你要检讨。好，那我前几天辅导的考生，因为他只准备了4年了，通常半工半读准备3年多，成绩就应该很接近了，所以我们就看他这次的成绩。前提还是不要轻言的放弃你一定要，如果你真的立志要考上公职的话，那你就要想尽办法，用各种可能让自己的能力提升。所以我们要的是成长型的思维，而不是一种一种断定的式的思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父母亲总是会跟我说你在读不好，你这世人考格你国文都不行，你数学都不行。他会有一种说你小时候数学不好，你这辈子永远数学都不好的想法。我们的长辈都会这样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样，或者是以前我们老师也会说你这个国中书读不好，你这辈子就只能做工只能做工。我们的那一代的人都这样讲，但说实在的人是会成长的，你不可能永远都停留在那个时候说像我一样，如果我准备的不是我自己的本科系，那我也得花很多时间才能考上公职但就是因为我准备的是自己的本科系，所以才比较快考上。OK， 时间有人会很长，有人会很短，但重点是你的准备过程有没有持续在成长。你总不能都一直在死背，背了又忘，然后忘了又不记得，还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容易上榜的人，他会把它内化成自己所讲的这个我讲过很多遍了。随时随地提出来，他都能够讲出专业的内容，给你专业的解决方法。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而不是要那些会死背的人。OK， 好，还剩下1分钟。你对这个影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看法但我还是尽量说，能够用一个专有名词跟我的名字结合在一起，告诉你这个成绩天花板的概念。当成绩天花板在搜寻上可以找到我的时候，我辅导考生就很容易了。我就说，你先去看看成绩天花板，你有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是不是真的很努力？只有很努力准备的人，才有资格在未来有机会考上。我再强调一次是有机会考上，而不是绝对考上。好 ，OK， 那就这样，希望你会喜欢拜拜。